大部分已经把它暂时用胶带来固定。那我们可以看到箭手这边成型的时候已经变形，所以要靠胶水去固定它。然后船身的话，其实胶带固定之后，缝隙可以变得很小条。那再上胶固定它，再来就是这个缝，以及它结合了这个点，这个地方其实压一下是回得来的，所以一样是点胶之后固定它，然后一路到船尾这个地方，其实压紧之后它也是看不到什么缝隙。那再来就到舰尾这个地方，所以基本上它采左右两侧以及下方的固定方式包含舰尾这个曲面，以这种组装的方式，然后又这么大块的板件组装，这个密合度算是还可以接受，也算准了啦。只是它的船身它的船身的厚度蛮厚的，所以很硬，很硬。那你要把它固定的话，胶水的量上的要够，固定的时间也要比较久一点。所以我们就开始把它上胶固定试试看。好，大致上我们都已经先使用田工的速干胶来临时性的固定。我的速干胶大部分都是点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然后把模型捏起来，等它干，因为它马上就干了。干了以后呢，我们再来检查看它的缝隙，然后到最后再使用留缝胶从里面用留一整条的，让模型去做连结。那这个部位完全是没有固定，因为我不确定它的甲板的宽度，所以我留在甲板上去合了以后，我们再来决定说内部这个支撑需不需要固定。如果不需要的话，内部就这样子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主要的就是要让船底的这些缝隙尽可能不要出来。那前面这个地方一个直角有缺了一块胶，所以这个地方要打上补土。好，反面一样，这个地方缺了一小块。那周边的这一条基本上可以看不见，可以粘到看不见。对，好，再来就是连接平衡板的这个地方，这里缩胶，所以这个地方会有一个缝。转过来，这个地方也有一个缝。那船身旁边这个平衡板平衡起的这个地方，一路到后面是可以看不见缝隙的。那再到后面这个地方，它的船身的结构是这样连接上去的。以密合度来讲的话，一样可以粘到看不见，看不到缝隙。唯独这个舰尾这一块，不管你怎么调不管你怎么去移动它怎么样的夹组，到最后它就是会有这样子，就到最后还是要打磨它，那又怕去伤到铆钉，打磨它以后重新补土，再重新上漆，那想办法让它看不见。所以基本上来讲左右两侧跟下面这样子组装的船身，并不会说造成过多的缝隙的产生那模具在开的时候的精准度是有一定的水准，所以做起来才会是这样子。那这些边边角角有可能是射出不完全、缩胶，或者是模具本身的问题，这都有可能。所以这只能靠日后我们来做补土，用补土的方式把它填平，然后再打磨，然后再上漆，还是可以看不见。那我们再来就是留下这个部分，因为这个部分是变形比较严重的地方，它板件比较大，这个地方已经变形了，所以我是决定先不上胶，等到我们的甲板
箭手的甲板盖下去以后，我确定它的角度以后，我们再连同箭手甲板一起把它粘起来，这样子可以确保至少整个箭手它是一直线的，是平的，而不会像现在这样子，有没有？它是翘一边，这边是翘起来的，所以就必须要有一个依据，我们再去把这条线想办法把它调回来。所以箭手的这个部分，上面这个部分，我已经把它给拉开，不要让它的胶有粘死的状况发生。好，船身大部分组装完成，你看就舰尾的机库的部分粘上去啊，每个地方都需要按压，它才有办法非常的密合。然后旁边接的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开个灯才看得清楚。看这一条缝隙，几乎是所有的大和号都会有这一条缝，这边也是，它是只能尽可能的把它压平。不过这个地方到时候会有栏杆，所以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影响。那舰手的部分，因为我船手有变形没有完全的拉回来，我就把它粘死了，所以就造成了这样子，很可惜，这个地方没有非常的密合，可能到时候就必须要用补土下去补。那旁边这条缝隙呢，也是需要再用补土下去补的。那野火的零件我刚刚切了这个零件下来，我就发现它连这个小零件的设计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缝隙？所以你在粘这个零件的时候，你要居中呢，还是要偏一边呢？还是要怎么去把它弄到看不出来嘞？我只能试试看我自己调的补土。分量不够。大概就是这样子，尽量让它的缝能够小一点点，能够不要补就尽量不要用补土，因为我觉得用补土到最后，它的形状或者是旁边的纹路看起来就会比较的不清晰，就比较丑，所以大致上补起来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是我把很多的塑胶边框，我们模型的框架全部都丢到田宫的溶剂里面，它的胶水里面去让它融化，才有这个东西。OK， 那我们就开始做蚀刻片。
经把剑尾大部分的蚀刻片先安装上去，所以看它的板件的密合度，大致上是都还 OK。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塑胶件，这套船的组合度，来看它的剑桥组合度。基本上所有的零件我都是放上去就可以，轻轻放上去就可以，没有什么打磨修整，只是要把我们的注料口切得比较干净。那打磨修整放上去，直接点胶就 OK 了。所以剑桥做起来的精密度、准确度都还蛮高的。然后等晚一点，大部分的塑胶件我都做好了以后，就会开始先从剑桥上蚀刻片。我应该会取向说从剑桥开始往下做，这样子比较不会去破坏到船身的蚀刻片。OK。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蚀刻片跟塑胶件的精准度。看，刚刚好，所以以精准度来说的话，还蛮高的。那整个剑桥顶部的结构做起来，效果还蛮不错的。是没什么地方可以去夹它，好 ，OK，这样就是5丈的剑桥，大致上蚀刻片组装完工。那我没有做固定，因为再来我们要喷漆，以免说下面这个部分没办法喷到颜色，所以我没办法把剑桥整座粘起来。然后来我们分解来看一下它这个部位还会有一个类似冰原待机室的地方，那它会跟下面的这一块两个会有干预，所以必须要先装这一块，
才能装上冰源待机室。那我们又为了要顾虑要喷漆的时候是从下面往上喷，把楼梯喷成深灰色，所以这一块就暂时不可以粘死。那我们就可以从这边往上把喷漆喷得比较均匀一点。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喷剑桥。喷的时候，我的习惯是使用黑色的底漆。我们先把它的色调做个统一，那以免说我们上比较浅色的漆会发现，蚀刻片的部位会比较亮，所以就全部都喷黑色比较快。经历了10个小时左右的工作时间，我们把5张号的剑桥给完成了。剩下一小部分的零件还没有安装，例如那个高射炮观测所一些小零件，还有探照灯，这些我们到后期的时候再一起制作，然后把它粘上去就好。因为我们目前喷的是灰色的底漆补土，这是底漆，所以还没有上到任何的军舰色。那暂时的话，我们就保持这个状态，等到整烧一起喷的时候，再喷成军舰色，尽可能的减少它的色差。OK， 好，那就这样子咯。